手柄定位，大家总说主打一个没苦硬吃，不如鼠标一根。哎，你别说，手柄定位比鼠标定位还真的差一点，差那么一点窍门。我先声明，鼠标确实比手柄定位更准，但如果说手柄定位不行，只有跟枪，那就像没有骑过车的人刚学骑车，还没有找到方法。视频里出现的所有定位都是用手柄打出来的。没错，上一期视频带你摆脱手柄射击苦手，这一期想要带你更进一步，如何成为手柄定位高手。通过本期内容，你即将学会手柄的一次定位、二次定位，如何找到屏幕中心感和合适的灵敏度，以及手柄握姿，全是我实战精简总结出来的重点。尽管素材多数出自 The Finals， 但是方法适用所有 PVP 和不带辅瞄的 PVE 射击游戏。一次定位就是常规的开镜后瞄准射击。上期说过，平时要多练右摇杆匀速运动视角的感觉。我没开玩笑，你看这几枪都是匀速推摇杆瞄准的，转到目标开枪，它就像玩落点游戏。李阳，你真棒！就这么简单。一次定位的优点是准，非常适合偷侧身、打背身，没那么紧急，但是要求精准。而且一次定位是可以利用开关镜修正的，比如这里就是修正了原有的瞄准路线。但可能大家觉得这样的瞄准还是太慢了，所以本期的重点来了。二次定位，为什么手柄也能快速定位？关键在这里。所谓二次定位，就是在一次定位前增加一个快推摇杆的动作，比如这样，看起来有点乱来，是不是？其实不是，等你适应了，很可能就会变成这样，有点甩狙的那个味道了，是吗？我放慢一点，让你们看得更清楚。我叫它二次定位，一是为了区分常规匀速的瞄准，二是为了培养一个快慢结合的射击习惯。快指的是快推摇杆，将准心推到尽可能接近目标的位置，像是在甩摇杆。慢指的是利用一次定位的方式完成最后的精准射击，也就是匀速推摇杆。因此，二次定位能让你比大多数玩家瞄得更快，这就是打得又快又准的窍门。实战中，你不会刻意去想这一枪要用几次定位，但通过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后，你的瞄准自然会带上这种节奏。另外，瞄准定位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，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你不是开镜后才开始瞄准的，而是在关镜到开镜的行进过程中就已经开始瞄准了。所以，关镜和开镜这两个灵敏度之间的过渡衔接非常重要。那要怎么练呢？一、开镜训练，主要目的是找到舒服的灵敏度，并培养屏幕中心感。如果开镜后感到准心很飘，那就应该降低一点开镜灵敏度；如果太慢跟不上人，那就提升一点开镜灵敏度，或者加大推摇杆的力度，直到你感觉两者过渡舒适顺畅，90%都能把目标框进准心。太简单了是吗？加点难度，试试加一点上下移动准心，融入射击动作，尝试空中各个角度之间的衔接切换。本质上就是找到属于你的关镜和开镜两个灵敏度来回切换的舒适区。这个过程中，你会自然而然形成所谓的屏幕中心感。第二，甩枪训练，用左轮这类单发武器，开枪后向一个方向快推摇杆，然后匀速慢推回到目标上，再次开枪，确保命中率之后开始加速，左右来回都能做到一样的速度。如果发现某一个方向很别扭，比如往右做到很快，往左就僵住了，那就多练薄弱的那一边，增加适应力。这两个是最核心的训练，我个人认为是手柄定位的基本功，其他训练可以自由发挥。对空移动靶，跳拉瞄准，高空瞄准，滑铲加跳跃结合瞄准，把一次、二次定位刻入肌肉记忆里，先打准，再打快，不要急，慢慢的你就能在实战中发挥训练成果，感受到手柄技术实实在在的提升。上期已经讲过灵敏度的设置，我只补充一点，
如果你不玩 The Finals， 可以直接跳到手柄握姿，或者听听当做了解。我印象中好像只有 The Finals 能把目标灵敏度降低单独关闭的，绝大多数游戏里这个功能和辅助瞄准是绑定的，没法关掉的。如果你想在不同射击游戏里保持手感一致的话，我建议启用目标灵敏度降低。开启目标灵敏度时，意味着准心进入到这个目标范围内，灵敏度会自动降低，对目标准心不易飘，定位会更稳，但可能会感觉摇杆变重了，偶尔出现摇杆推不动的情况。瞄准时要稍微加大一点摇杆推力。另一个缺点是目标脱离准心范围，灵敏度会骤升，导致手感有点飘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始终把目标框在你的准心内，而关闭目标灵敏度，对墙压枪和对目标跟枪都能保持一致的灵敏度，因此压枪和跟枪都会更平滑，适合专门玩自动步枪这类的连发武器，以及有大量练习时间的玩家。没有绝对对错，适合自己最重要。最后再说说手柄握姿。手柄射击最核心的一点是右拇指尽量不离开右摇杆，拇指就像粘在了右摇杆上。其他方面，不管拇指是立着的还是平躺的，用不用 C 手，是不是有不同的按键设置，开不开震动，这都是个人习惯。你们也可以分享自己的使用习惯。以我用的 DualSense 精英手柄为例，打 PVP 我会锁定短键程扳机，没有力反馈，响应会更快。打 PVE 我用的是普通手柄，长键程能体验到 DualSense 手柄的力反馈和扳机震动。虽然我是近2年才开始玩手柄 FPS 的，但是我是从小霸王时代过来的，我更适应硅胶按键。手柄震动我个人是开的， DualSense 手柄震动比较细腻，其实不影响瞄准，我不开震动就没有在玩手柄的感觉。握姿上我平时是常规握法，只有在按方块键换弹或者三角键互动的时候才会切换 C 手，用完就恢复常规握法。我的食指在闲置时大概会放在这个位置，可以延展按到这几个按键，左右背键分别停留1根手指。总说菜就多练，其实是有方法的，要有针对性的训练，避免重复无效，才能提升技巧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，希望视频对你有用，也欢迎大家分享下自己的手柄设计心得。如果各位哪天手感突然不在线了，可以收藏起来复习一下，也可以转发给那些用手柄的朋友们，让他们知道练好大拇指的重要性。懂我的意思了吗？我是 Hin， 我们下次见。